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PT 的频道。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最近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带给我们的启示，以及灾难应对的教训。根据专家的研究，一场大地震发生后，第一批提供帮助的通常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救援人员，而是当地社区的居民。这告诉我们，在灾难发生时，当地社区的居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们想要提醒大家，无论地震或其他紧急情况发生在世界的哪个地区，有效的帮助通常来自于当地社区。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，并在官方救援人员无法及时到场时，接受必要的培训，以应对这些紧急情况。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地震灾害中，专家们从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，当地居民在救援方面的重要性。由于当地搜救队员通常无法应对所有倒塌建筑物，因此人们应该对当地社区提供的及时援助有所了解和认识。专家们强调，迅速地掌握当地的援助情况是关键，并且培训民众如何搜救倒塌建筑物，如何检查无法行动的邻居，以及如何获取紧急用水。如果一个被困者并未受伤或只有轻伤，那么他们可以在倒塌建筑物下生存长达1周。此外，专家们强调，快速而地道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，并且强调了社区紧急响应小组的重要性。在灾难发生后，当地社区的居民是第一批提供帮助的人，他们能够在救援人员到达前帮助搜救被困者和提供基本的紧急援助。因此，对于当地社区的人而言，接受必要的培训以应对紧急情况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对于专业的救援人员来说，他们也必须接受适当的训练，以确保他们在搜救行动中做出最佳的决策和行动。此外，当地社区提供的及时援助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灾难发生后，人们应该尽可能了解当地社区提供的援助情况。如果您住在地震频繁发生的地区，了解如何搜救倒塌建筑物，如何检查无法行动的邻居，以及如何获取紧急用水等知识非常重要。此外，专家们还提到，如果您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，如果您未受伤或只有轻伤，那么您可以在倒塌建筑物下生存长达1周。这意味着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您需要有足够的水和食物，以及一些基本的生存工具。因此，在紧急情况下，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，当地社区的居民和搜救队员一样重要。了解如何搜救倒塌建筑物，如何检查无法行动的邻居，以及如何获取紧急用水等知识非常重要。此外，对于专业的救援人员，他们必须接受适当的训练，以确保他们能够在搜救行动中做出最佳的决策和行动。最后，我们应该继续努力，将科学研究应用于建筑规范、基础设施改造和强制执行政策，以及分享知识以确立最佳实践等等，也是对于救援工作有所帮助的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地居民在救援方面的重要性，为灾难应对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以保障自身和身边人的安全。